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后复工，人事经理找我谈话，说我不服从公司安排，与同事产生矛盾，不利于内部团结，给了我2个选择，要么接受调岗降薪，要么离职走人。我爽快答应，直接收拾东西走人。后来老总当面道歉，我直接回他：庙小妖风大，水浅王八多，我还是不趟这趟浑水了。记得尽早把拖欠的租金交了哦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年后复工第1天，新上任的总经理把办公室里的人全都叫到了楼上开会。由于公司运营架构发生了改变，所以从这个月开始，企划部和网络部合并成一个部门，由新来的刘辉刘主管进行管理。会上，总经理先是给大家画了一堆大饼，又宣布了部门合并的消息。同事们都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低着头不吱声。唯有负责视频运营的焦阳举起手问道：程总，那我们的工作职责会发生改变吗？人事主管闻言起身调整了一下 PPT， 手中的激光笔指向投影，顺势宣布了新的人事调动。企划部和网络部合并成网络营销部，总体由刘辉主管负责。为了方便管理，部门内部再分成2个小组，一个是投放组，由网络投放师和各个渠道运营组成，负责平时的网络和渠道投放；另一个是视频组，组长是焦阳。我和平面设计以及摄影摄像的工作全都由他负责。此话一出，我们几个的表情瞬间像是吃了屎一样，面面相觑，纷纷从对方的眼里看出了公司要完4个大字。既然大家都没异议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人事主管仿佛没看到大家神色各异，直接拍板决定，方离留一下，其他人可以回去了。相熟的同事们留给我一个同情的眼神，沉默着离开了会议室。待只剩我和人事经理2个人后，他起身关上了门，笑得一脸和气。但我知道，他指定没憋好屁。方离呀，你也知道，公司刚经历完一波大换血，很多工作岗位目前还在空缺。上面领导的意思是想要锻炼一下你的能力，所以除了你现在的本职工作以外，没事的时候跑跑市场，多拉一些客户回来。像你上次介绍的那个客户就非常不错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调查了现在市场上的一些薪资情况，综合来看，你这个岗位的薪资还是有些虚高的，甚至要比一些技术员工的工资还要高。同事们意见都很大，不利于公司内部团结，所以我笑了。这么会算计，上辈子不会是算盘成精了吧？赵主任，别的先不说，我记得咱们公司可是有薪资保密制度的，员工私下讨论薪资可是要被开除的。所以我想问问，到底是谁对我的薪资有意见？虽然我现在的薪资是和上一任总经理谈的，但这也是基于我个人的工作能力。毕竟除了本职工作外，我可没少给公司拉客户，甚至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公司1半的业绩都是由我贡献的。要不是不想每天出去跑外，累死累活的晒太阳，我才不会选择文案这个光靠底薪的闲职。这个嘛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人事主管的眼神有些躲闪，支支吾吾地补了一句：究竟是谁有意见，这个咱们之后再讨论。公司做这个决定也是为了你好，就算你以后从公司离开了，不是还可以多方面发展吗？我只思考了3秒，朝着他微微一笑：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，我没意见。
人事主管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脸上的面具有一瞬间的皲裂，勉强的笑了笑，不情不愿的夸赞道：“可以啊，方黎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大局观，挺好挺好。既然没问题，那就回去工作吧。真是可笑，我辛苦干了几年，不说兢兢业业，也从没怠慢过工作。在公司刚开业的那段时间，就算没有提成，也到处给公司拉客户，维持业绩。现在不但没有奖励，还要给我降薪。”回到办公室，焦阳居然坐在我的工位上，一脸严肃地翻看着我电脑上的东西。“方黎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把你以前写过的东西打包发我一份，我要做工作计划。”我看了一眼其他同事，全都是一脸菜色，明显已经被他指使过了。谁给你的权利私自动我电脑的？我直接拔了电脑的电源，一脸平静地反问：“我现在是你的组长，动你电脑怎么了？这么怕人看？难不成你还接私活了？”焦阳一下子从我座位上站起来，试图用他那有刚粗没刚高，除了屁股全是腰的身材吓唬我。看了眼周围的同事，全都一脸紧张地盯着我俩，尤其是几个男生，一副随时就要起身的模样。我甩给他们一个少安勿躁的眼神。我接私活与否是人事部该核实的事情，别当了太监还在这儿操着皇帝的心。起开，我要工作了。众人都被我这句话震惊了，反应过来后全都捂着嘴躲在电脑屏幕后面偷笑。焦阳被我气得脸色涨红，指着我恶狠狠地甩下一句：“限你10分钟之内发给我。”就回了自己的工位。我重新插好电源，一脸嫌弃地看了看刚才被焦阳坐过的凳子，目光转向旁边的同事：“夏夏，会议室还有多余的椅子没？我想去换一把，只剩下不带扶手的了。”“你换椅子干嘛呀？”我一把搬起椅子往外走，被傻逼坐过了，我嫌晦气。来到会议室，我放下椅子，拨通电话：“张叔，前几天说好的那个合同先不用签了，放心，租金照减。”电话那头是我年前牵线的一个客户，是我爸妈的租户，对我也十分客气。我答应他，如果合作达成的话，今年的租金可以减免10%，他立刻爽快地答应了。但敲定合作的时候正赶上过年，所以合同手续上还差了一些，打算等年后再补。因为中间有我牵线搭桥，所以他也十分放心。没想到我年后复工第一件事竟然是让他取消合作，虽然觉得诧异，不过看在我答应他租金照减的份上，也爽快地同意了。反正合同又没签完，不必担心违约金的事。这边挂了电话没多久，我爸的电话立刻打了进来，开口就是幸灾乐祸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让你回家收租你不干，现在被人家卸磨杀驴了吧？”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但是却没法反驳，毕竟当初是我自己非要出来体验生活的，还被老头嘲笑年少不知躺平好，自己给自己找罪受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老头在那边也收敛了笑容，干干巴巴地安慰道：“哎呀，不就是一份破工作吗？大不了咱们先炒了它，回家收租多香啊！”不行，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，先是让我在焦阳手底下干活，后面又是增加工作内容，又是降薪，通通只有一个真相，就是不花1分钱赔偿，逼我自己辞职走人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就因为高层不和而裁了一大波人，听说有的到现在工资都没结清。有一段时间，仲裁部门的人天天跑公司，把人事主管搞得焦头烂额。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打听出焦阳和大家的关系不好，
于是想出这么个损招，逼迫大家主动辞职走人。但是该说不说，这个方法也是真的有效。毕竟年前的时候，就有人因为要和骄阳合作而当场辞职，不仅没要一分赔偿，还主动放弃了半个月的工资。经此一事，算是让人事主管尝到了甜头。于是年后复工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把目光放到了我身上。他们只以为我平时好说话，人脉广，只知道埋头工作和跑客户，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我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，以为拿到了合同就可以一劳永逸、高枕无忧，却不知道我一句话就能让这份合作取消，还能让他们求告无门。就算要裁员，给我合理的赔偿和解释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。虽然我不差那18000的赔偿款，但我必须要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原地开摆，顺便欣赏下他们还有什么无下限的操作。正好快到中午了，我在小群里发了条约饭的消息，和几个相熟的同事一起去了周边的商场。饭桌上，他们劝我想开点，别像之前那个同事一样，因为一时的冲动就着了他们的道。我点点头答应下来，并提醒他们平时也多注意着点。毕竟除了我，在座的其他人多多少少都跟骄阳有些矛盾。想当初在工作汇报大会上，骄阳可是打了包票，除了平面设计的活他干不了，剩下的他都能干。保不齐总经理和人事主管会因为这个把其他人也裁掉。下午1点整，我踩点进入办公室，骄阳正坐在工位上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，不出意外的话是在跟某个领导发小作文，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特长了。我曾经有幸收到过一篇，开头第一句就是质问我为什么要区别对待，剩下洋洋洒洒的一大篇都是他如何敬业，想要把关系搞好，希望我能不对他抱有偏见。我只粗略地扫了几眼，就回了2个字母 TD， 这也是后面我和骄阳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。看到我进来，骄阳板着脸道：最近1周的工作计划我已经发给你了，从现在开始你需要每天出5个视频脚本，下班之前发给我。我看了他一眼，直接转身朝厕所走。世界上有什么事能比带薪拉屎更快乐呢？进到厕所第一件事就是关了钉钉的手机提醒，然后打开游戏，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试炼，顺便和我的电子男友亲近了一会儿，腿有点麻了。我站起来打算再刷会儿小红书，突然听到骄阳沉怒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方黎，我给你发消息为什么不回？打了10几个电话也不接，程总那边要方案了，没听到啊？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拿过垃圾桶挡住厕所门下面的缝隙，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，隔着门吼了回去：耍官威，耍到女厕所来了！你的智商是不是和脐带一起被剪断了呀？傻逼！以前只觉得他像个傻逼，现在我才发现他不是像，就是个十足的大傻逼。等到门口传来离开的脚步声，我这才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回到办公室就发现骄阳一脸阴鸷地盯着我，我直接在办公室内说道：大家上厕所的时候注意点，最近有傻逼擅闯女厕所。骄阳气疯了，直接站起来指着我命令道：下班之前交给我2个视频脚本，不然我就跟人事申请处罚你了。不行啊，我以前没接触过视频脚本，写不出来就问沈泽，他之前不是写过吗？不行啊，我下午刚好约了个客户呀，这都3点了，我得赶紧出发了。骄阳终于发现我就是故意的了，
当即起身离开了办公室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是去楼上卖惨了。果不其然，5分钟后，我收到了部门主管的信息，让我去会议室找他。焦阳这个人怎么形容呢？心眼子虽然多，但是好使的没几个。总以为全公司上下除了他都是傻子，习惯性的在各个领导面前里挑外撅，恨不得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，好凸显他的能力卓群。但殊不知，大家看他就像是看跳梁小丑，给无聊的工作找点乐趣。主管办公室内，刘辉笑得一脸和蔼，示意我先坐。方黎，现在公司的决定就是这样，人不能一辈子一成不变，总是要学习新东西的。接手新的工作内容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进步。你说对吧，刘哥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人事经理那边应该也跟您说过，我除了文案方面的工作之外，还要负责维系客户，所以焦阳所谓的1天5个视频脚本，还不包括其他的临时性工作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完成的事。您觉得呢？方黎呀，我知道你能力很强，但是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文案，咱们得先把本职工作做好，对不对？他敲了敲桌面，依旧是一副老好人的模样。这样吧，你把客户那边先放一放，先把程总要的2个视频脚本完成。客户那边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先让焦阳跟进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似笑非笑地扯了扯唇角，这是阴谋不行，打算直接明抢了，让我把手里的客户资源给焦阳，也不看看他几斤几两。不过既然他们都提出来了，我也不好不答应。至于能不能谈成，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好啊，回头我整理一下发给焦阳。回到办公室，焦阳一脸得意地朝我笑了笑，以为自己占了上风。殊不知我手上的客户基本都是我家的租户，跟公司合作也都是我用减免租金换来的，所以他们一般也只跟我对接。如今贸然换了对接人，可有好戏看喽。自从把客户交到焦阳手里后，他一整个小人得志的模样，不是只使平面设计给他做个图，就是让摄影摄像跟他出去拍摄视频，把大家溜得团团转，天天怨声载道。我倒是一身轻松，每天踩点上下班，不用再惦记着哪个合同没走完，哪笔回款需要催。下班时间手机一关，在家里美美追剧，吃零食，总算是体会到了老头口中躺平的快乐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焦阳终于在众望所归中成功的滑铁卢了。这天早上8点25，我准时的打卡上班。打完卡后，已然去楼上吃了个早餐，主打一个坚决不占用非工作时间，完成个人私事。走进办公室，发现焦阳、部门主管刘辉以及人事主管全都围在我的工位上，旁边的同事们一脸的幸灾乐祸。一看见我，焦阳立刻3步并作2步冲到了我面前。方黎，你怎么才来？昨晚你手机为什么关机？知不知道我们找你都要找疯了？下班时间手机关机很奇怪吗？我一个文案有什么能用得上我的地方？焦阳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听声音好像后槽牙都咬碎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客户花生过敏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我？我一脸惊讶，花生过敏？我不知道啊，毕竟我跟客户谈合作的时候从来都不送礼的。看着他们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模样，我耸了耸肩。这年头实话实说还不对了，我确实不需要送礼呀，只要跟他们说年租金减免，他们巴不得跟我签合同。方黎，这是你谈下来的客户，后续的善后工作就你来负责吧。
人事主管扯了一下骄阳，将善后的锅甩到了我身上。我点点头，语气慢吞吞的：负责善后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这一天5条的视频脚本。刘辉连忙接话，交给骄阳，反正他本职工作就是这个，对他来说小菜一碟。你现在的工作就是赶紧把客户安抚好。骄阳，多谢你替我分担工作呀。我笑眯眯地看着骄阳，心情好了，他那一脸横肉看起来都可爱了不少。见我屈服，刘辉和人事主管说笑着走了，留下一脸阴沉的骄阳站在办公室中间喘着粗气。一众人直接把他当空气，该唠嗑唠嗑，该工作工作，氛围一时间好得不得了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客户的电话，进行了一番慰问。在得知对方并无大碍后，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不少。为了表示歉意，我承诺对方明年的租金可以再减免5%。此话一出，那边顿时一丁点怨气都没有了，表示明年还会继续和我们公司合作。我却笑眯眯地推了回去，表示明年的事明年再说。对方也是个人精，从昨晚突然换了对接人的事情上看出了些许端倪，笑着打了几声哈哈就挂了电话。我打电话的时候，骄阳一直在一旁支着耳朵偷听，但奈何我声音压得极低，就算累死他也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。此刻见我挂了电话后，急忙凑到我面前问客户是怎么说的。我一脸嫌弃地朝后躲了一下，语气淡淡地回复道：客户说不追究你的过失了，但是以后不想让你继续对接了。骄阳一听，瞬间急了，质问我是不是故意的。我挑眉不语，直接把他当空气，自顾自地开始低头刷剧。方黎，你别仗着客户看中你就故意在客户面前抹黑我，一点团队意识都没有，我看你怎么跟领导解释。1小时后，我被人事主管叫到了办公室，进去一看，骄阳、部门主管刘辉都在，他们3个人坐在一排，搞得像3堂会审似的。方黎，你和骄阳之间的矛盾我也听说了，不服从工作安排，破坏公司内部团结。人事主管看我一副无所谓的模样，也干脆不再遮遮掩掩，直接摊牌道：所以我和领导们商讨了一下，帮你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利益。你今天走，工资给你算到这个月底，而且保证下个月肯定给你发到手里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坐正身体，挑了挑眉，这是在辞退我吗？人事主管叹了口气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你要是这么理解也可以，但你要知道，我这都是出于公司的角度考虑。我没有犹豫，打断他的话：行啊，按照劳动法规定，所在单位无故辞退需要赔偿员工 N+1。今天到账，我马上打包走人。人事主管皱了皱眉：方黎，江城就这么大，你闹得这么僵，以后还怎么在这里混呢？饶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我也气得浑身发冷，心寒到了谷底。没想到人可以这么无耻。这些年我兢兢业业，为公司拿下了多少个客户，创造了多少产值，现在把我的剩余价值榨干了，就要卸磨杀驴，还要以断送别人前途来做威胁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不缺钱，来这儿工作就是图个开心。但既然你们不让我开心，那干脆大家都不要开心好了。说实话，我最开始对这个公司其实挺满意的，完美符合我对工作的要求，再加上一开始的公司也没这么没人性，所以我待得很舒服。没想到后来领导层发生矛盾，原本的管理团队撤出了公司，经历了一波大换血，
这才换上来现在的人事主管这群牛鬼蛇神，各种骚操作层出不穷。先是安排市场部门以外的工作人员出去发传单、拓展业务，然后又让大家在公司无效加班，每天看一些狼性文化的毒鸡汤，不到月上枝头绝对不下班，甚至让人事部门每天巡查办公室，在办公室内增设摄像头，全方位监控大家的一举一动。如果有让他们不满意的地方，动辄罚款50至500元不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，直接拿东西走人就好了。至于工资，新上任的总经理原话：工资肯定会发，但什么时间不能确定，等不及的可以去仲裁，随便告。这么奇葩的环境，要不是因为周围的同事还行，比我自己在家待着有趣，我早就撤了。不过现在算是彻底撕破脸了，我也懒得在这儿跟他们继续演，直接扯了张离职交接单，刷刷填好，又在钉钉上提交了离职申请。人事主管像是怕我反悔似的，秒批。行政小姐姐悄悄问我：你离职是因为骄阳吗？我一愣，你咋知道的？人事小姑娘神秘一笑，她在我们这儿都出名了，好几个离职的都是因为她。我没忍住笑出声来。骄阳这俩字在公司都快跟瘟神划等号了，谁跟他沾边谁倒霉。在知道我已经办好离职后，相熟的同事哈哈大笑，遭不住了，你这一走，骄阳又成光杆司令了，哈哈哈。我也跟着笑，没事儿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他这都第3回了。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他一个人顶俩妇女。同事问及我离职后的打算，我说打算先在家里躺平一段时间，再考虑以后的事。同事表示也好，这个地方神经病太多，每天斗智斗勇，不知道烧死了多少脑细胞，趁着这段时间补一补也挺好。我失笑，拎着东西离开。在这个地方再多待1秒，都是对逝去脑细胞的不尊重。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人脸皮的厚度。在家待了没几天，突然收到了前同事发来的信息，他跟我说公司的好几个大客户突然要退款，还是无理由的那种，把骄阳几个人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要有人来联系我了。毕竟那几个退款的客户都是我介绍去的。和同事聊完没多久，房门突然被人敲响。我从可视监控器里一看，竟然是骄阳和人事主管，后面还跟着程总。面对3个5大3粗的男人，安全起见，我没有让他们进门。他们有求于我，也不好态度过于强硬，只好隔着门恳求道：方黎，对不起，就当是哥求你了，你去帮着跟客户通融一下，这么突然的退款，公司损失太大了，员工这个月的工资都要发不出来了。程总舔着脸说完，又让骄阳和人事主管给我道歉。我看了一眼电子屏幕，这2人的脸黑的都要滴出沫来了，但在程总的威压下，还是不情不愿地道了歉。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，这才开口道：不好意思啊，程总，我已经不是贵司的员工了，没这个义务继续帮你们跑客户哈。程总急忙喊住我，开出了自以为诱惑的条件：等你把这件事解决，我就恢复你的职位。啊不，我给你升职，让你当部门主管。他真以为我那么在乎那破工作，为了那点破工资上赶着去负责这些破事儿？不必了，这好事还是留给骄阳吧，都40岁了，连个主管还没混上，太可怜了。话音落下，外面的几个人终于装不住了，开始破口大骂：臭婊子，
捧你几句，还真把自己是个人物了。那么多客户还不知道怎么谈下来的呢？装个屁！以后别让我在商场遇到你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瞧瞧，有些人连话都说不明白，就上赶着造句来了。公立学校真的不贵，他们也该为做人付点学费。我默默地关上监控器的录音功能，保存了证据。虽然和原公司没了联系，但之前几个相熟的同事倒是还时不时的聊天，每天看着他们在群里发牢骚吐槽，也挺有意思。听他们说，因为几个大客户无理由退款，公司账上资金不足，这个月的工资都开不出来了。员工辛辛苦苦一个月，却连根毛都看不见，导致公司现在上上下下都十分紧张。平时在办公室多说一句闲话都要被罚款，以至于所有人戾气都很重，已经到了分分钟就要爆发激烈矛盾的节奏。而且因为焦阳三番两次搞砸合作，他现在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权利，在公司成为边缘化人物了，估计离被辞退不远了。我看到这里忍不住啧舌，原来那天他们说的是真的呀，我还以为是上我这儿来卖惨来了呢。不过我可没那么圣母，反正我离职手续都办完了，你不给我工资和赔偿金，那就仲裁呗。由于我准备的证据十分充分，再加上公司之前前科太多，所以仲裁委很快就受理了我的案件。在顺利拿到工资后，我反手就捐了出去，这钱拿着晦气，还是送给有需要的人，沾点功德吧。经过这一番操作，我算是跟原公司彻底结了仇，甚至听说程总和人事主管真的利用自己多年来攒下的人脉，在江城各个行业圈里散播我的谣言，对我极尽贬低，说我偷奸耍滑、背信弃义，几乎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，让我的名声严重受损。他们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工作了，至少在江城我再没有立足之地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家是收租出身，江城几座大的写字楼都在我家名下。要是我想，我可以现在就在家躺平，每月靠着收租就能过上有些人努力一辈子也达不到的生活水平。想一想，我在原公司工作了几年，确实没怎么好好休息过，现在正好有机会，就果断在家躺平了。正巧在外度假的老爸打来电话说，有一家公司的租金该交了，让我去收一下。我满口答应下来，想着反正离家近，连衣服都没换，穿着拖鞋就溜达着走了过去。没想到在大厅正好碰见了焦阳和人事主管。哦，不对，听同事们说他升职了，现在应该叫副总经理。哟，这不是方黎吗？怎么找不到工作来这里捡垃圾了呀？焦阳恨我恨得牙痒痒，直接上前一步拦在我面前，皮笑肉不笑的讽刺。人事主管也笑得一脸得意，毕竟我能有今天，他功不可没。我转头照着门口的镜子看了看自己今天这身短袖短裤人字拖，头发随随便便用抓夹弄了一下，戴着一副几乎遮住半张脸的无框眼镜，素颜，确实看着有点邋遢，但是架不住在家待着这么穿舒服啊。我摇了摇头，生活索然无味，牛马点评人类。骄阳气急，人事主管却拦住他，哼笑道：方黎，你就嘴硬吧，女人啊，还是性格软一点才招人疼。听着他这恶臭无比的发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死死忍住了踹他一脚的冲动，主动动手算是寻衅滋事。我可是守法好公民，我直接给要收租的那家老板打了个电话，叫他下来核对一下租金明细。跟这两条臭虫多待一秒，都是对美好人生的不尊重。
没想到那家老板刚从电梯走出来，焦阳和人事主管就迎了上去。刘总您好，我是百卓的赵。人事主管话还没说完，就见到他口中的刘总一脸笑意的跑到我面前嘘寒问暖。小黎呀，这大热天的你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打个电话我就给你转过去了吗？热不热？累不累？要不要上去喝口茶？焦阳和人事主管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不敢置信地问道：方黎，你跟刘总是什么关系？我恶趣味地晃了晃手里的钥匙，还能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眼里的鄙夷几乎都要化为实质戳到我脸上了。刘总见他们这副样子，瞬间就明白了他们在想什么，当即跳脚道：收起你们龌龊的思想，这可是我房东的女儿，你们是哪家公司的？人事主管一愣，当即就要上前和刘总握手，却听见刘总开口道：我不管你们是哪家公司的，员工风气不正，证明公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想谈合作没门。保安，把他们赶出去。眼看着焦阳和人事主管被保安赶走，我朝着他们摆了摆手，露出了胜利的笑容，气得他们隔着玻璃破口大骂。但他们骂得越狠，越能证明他们破防了。一想到他们半夜都要坐起来骂我的样子，我这心里别提多舒坦了。不知道是不是人事主管回去和程总说了我的事，没过几天，我竟然接到了程总的电话。在电话里他说，公司已经把焦阳和人事主管开除了，希望我能重新回到公司，带领公司更上一层楼。如果我愿意，公司还可以分给我一部分股权，等到上市之后按比例分红。丝毫不提之前伙同人事主管在外面抹黑我的事，属实是海浪起跳了，给爷整笑了。他是真把他那1亩3分地当回事啊！我正准备回答，老爸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。租金不是都收完了吗？怎么又打电话过来？我一脸纳闷地接起来，只听电话那边说道：黎呀，我跟你妈研究了一下，为了给你出气，把你原来公司那栋楼也买下来了，你记得去收租啊！我嘿嘿一笑，这不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？我正愁不知道怎么回复程总呢，可让我逮着装逼的机会了。挂了电话，我马不停蹄地给程总拨了回去。接到我的电话，他的语气十分惊喜：方黎，你考虑好了是不是？我这就让人事部给你准备办公室。我微微一笑：程总，我打这通电话是想说，贵司庙小妖风大，水浅王八多，我还是不回去趟这趟浑水了。对面传来程总呼吸骤停的声音，我又补了一句：记得把今年的租金交一下哦，直接打我工资卡上，账号你们应该还记得吧？回应我的是电话挂断的嘟嘟声，我忍不住大笑出声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这口恶气今天算是出了个彻底。我没想到程总气性这么大，竟然把我拉黑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以故意拖欠租金为由，将他告上了法庭。由于涉案金额巨大，警察很快就受理了案件。程总作为公司法人，为了不坐牢，只好咬牙补齐了所有的租金。但我这个人面对讨厌的人，睚眦必报，反手又将他之前辱骂威胁我的录音提交给了警方，还有他利用资源试图在江城封杀我的证据。最终经过法院裁决，他和人事主管各自喜提3年免费食宿。公司那边紧急公关，换了新的领导人，但由于程总和人事经理在位期间没少捞钱，公司账面上大额空缺，导致公司内流动资金严重不足。集团那边的领导气不打一处来，
再次上诉，让这两人又多享受了几年吃喝不愁的生活。集团下属的分公司有很多，不能把所有的资金都砸到一个公司上，最后只好将原本定好的15日发工资变成了每月的25日发工资，以此来缓解资金压力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没法保证每个月按时给大家发工资，有的时候甚至晚了半个月之久。公司里的员工们每天怨声载道，工作不积极，连锁反应下，公司的业绩一天比一天差。在苦苦支撑了几个月后，最终还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，拖欠的工资没了着落，员工们只好每天围在公司门口要账，公司的管理层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说开展其他工作了。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只是耸了耸肩，往自己嘴里扔了一颗葡萄，一口爆汁，清甜的口感在口腔内弥漫开来。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在离职后，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，那当我面对前公司的恶意抹黑和克扣工资的情况时，该有多绝望。有些人仗着自己有几分权力，就肆无忌惮地打压底层员工，把狗仗人势这个词演绎到了极致。我相信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，但这些人的报应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落到头上，所以我选择自己动手。我习惯与人为善，但面对心怀恶意的人，我也绝对不会退让。不管怎么样，开心最重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享受躺平人生的快乐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